今屆世界盃最值得睇嘅小組賽，一個咧就用速度去撕裂人哋嘅防線，而呢一個佢就係用力量型去碾壓一切。新一代絕代雙驕，邊一個球員嘅表現會好啲？佢係1998年屬老虎嘅生肖，一睇個機會咧個速度好快，佢就帶領法國對住阿根廷入咗一個好經典嘅入球。佢嘅球風叫做暴力美學，本身個日柱屬於灰桿柱，有種好硬淨、好種結實，衝埋嗰種算數。咁你對於挪威隊能夠創造奇蹟嘅結論係？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震雄師傅嘅 channel。嗱，師傅，上一集我哋就講咗呢個美斯同埋 C 朗嘅最後一舞啦。係啊。咁今集我哋咧，其實咧就準備講兩位被稱為新一代絕代雙驕嘅超級巨星。哦，邊兩個？你上次有講過個名，法國隊嘅安巴比同埋挪威隊嘅夏蘭特啊。一個咧，安巴比你中意嗰個就用速度去撕裂人哋嘅防線嘅。而呢一個魔人布偶咧，佢就係用力量型去碾壓一切。咁等陣我就從佢個八字講俾你聽，點解佢粗暴同埋霸道？又睇咁快已經睇得出啦！知唔知最令人血脈沸騰嘅係咩？批讚佢會唔係，係今個月嘅6月27號，法國隊就會對陣挪威隊，呢兩大巨頭咧就會終於碰面。各位球迷請注意啦！喺呢一條片嘅最後，師傅將會預測6月27號呢一場世紀小組賽，究竟邊一個球員嘅表現會好啲？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後啊！好啦，我首先由呢個安巴比講起啦。好啊。安巴比嘅童年咧，其實冇上兩位球王咁慘嘅。嗰個球探咧就話佢淨係識得控球突出，就建議佢下一次再嚟，即係唔受佢玩啊。同佢講唔 OK 啊。好彩佢咩啊？有個霸氣㗎嘛！即係我叫我個仔去踢波，我霸氣啲咁樣同個球會講，你簽佢啊！你唔簽佢。但係前提係佢嘅表現都唔錯嘅，真係要。所以睇唔睇得出究竟佢係咪有呢個父母嘅貴人運？咁啊喺呢度睇翻安巴比咧，佢係1998年12月20號出生嘅。咁啊年柱、月柱、日柱就係戊寅、甲子、辛丑。咁我見到年月兩柱咧有印星有財星，咁已經見到家庭環境同埋阿爸阿媽嘅條件都叫上好噶啦。而且佢個正印戊土，阿安巴比佢係新日元申金，佢個年干嘅戊土咧已經係正印係申翻佢嗰個金日元，所以佢阿媽已經由細到大對佢個栽培同埋培養都係好好嘅。啲資源來自咩啊？阿爸咯，見年月兩柱都有嗰個財星咁啊，所以變得咧佢至少嗰個即係培養都要錢噶嘛。係，尤其做呢啲咁高貴嘅活動係咪？係啊，所以變咗佢安巴比咧個細個陣時，父母家庭個阿爸個培養嘅金錢嘅資源咧係足夠嘅。哇，師傅你講出嚟嘅八字信息真係好 match 所有新聞入邊嘅資訊。喂，不如我哋又睇下另外一個夏蘭特嚟。好，其實夏蘭特咧一開始咧唔係咁成功嘅啫，但係同時間咧安巴比咧已經喺歐洲度出咗名㗎啦。睇唔睇得出佢係一種叫做慢熱型啊，或者叫後起之秀嘅狀態？睇翻阿夏蘭特咧個八字出生時間先啦，2000年7月21號。睇翻佢個八字，我就睇唔到係屬於係後起之秀嗰類啦。但睇翻佢個本身個日柱咧，係跟神日柱，屬於灰桿柱，代表佢係有個好強嘅信念同埋唔怕失敗，一定要成功為之。不成功變成人嗰種鬥志。係啊，所以變咗佢跟神日柱嗰種性質，佢更加加強自己嘅信念同埋嗰種執著，一定要做到為止。即係有啲人話你唔得㗎啦，你放棄啦，咁佢更加要做。你講緊呢種灰光命，其實等唔等於佢性格上好執着同埋好堅韌？會。灰光嘅男女都係執着同埋堅毅同埋不屈不撓啲，明怕輸。咁我睇翻夏蘭特啦。咁夏蘭特因為小啱佢係跟神灰光，咁你頭先講到佢係細個嗰陣時，好似比較上容易有啲挫敗啊。係。我見到佢係行16歲至25歲呢個大運咧，係月有呢個大運咧，都係比較差地。咁因為個月合住佢化金嘅情況，月有嘅大運化咗金，佢金太多。所以變得咧，佢係灰光命加身強嘅情況之下咧，佢金咁強啲話咧，個運咧都係比較差啲。佢去到呢個21歲之後咧，
會越嚟越好。哦，佢今年25，亦都係佢第一屆參加世界盃，所以其實可唔可以話佢個運係嚟緊㗎？嚟緊㗎啦，所以我相信佢係開始19、20到啦。佢就越嚟越好運，越嚟越暢順嘅。哦，我都係睇佢呢幾年嘅戰績一路殺到今時今日呢個地位。係。咁我哋上一集就透過八字去睇到唔同球星嘅球風係點。係啊。我哋不如又試下分析下呢一兩個球星嘅球風係點啦。好啊。安巴比咧，佢最大嘅武器咧就係佢嘅速度同埋爆發力。能夠喺高速入邊做出一啲極致嘅盤帶扭射。2018年咧，佢就帶領法國對住阿根廷，製造咗一個長途奔襲，入咗一個好經典嘅入球。我有睇到啊。你有睇到啊？係啊，對阿根廷嗰場，佢帶住個波一路咁推進咧，入埋添。太犀利啦！所以可唔可以分析下佢呢個咁速度與激情嘅球風喺八字上係點樣可以顯現到出嚟？好啊，我哋上一集咧講 C 朗嘅，C 朗係正月出世噶嘛，即係老虎猛虎啊嘛，猛虎啊嘛，一睇見個機會咧，種突襲同埋個速度好快噶嘛，係啊，哇，好似老虎咁撲出去噶嘛。而安巴比咧，佢係1998年嘅，佢係屬老虎嘅生肖，所以佢有呢個老虎嘅特性，即係哇，一睇見機會咧，哇，好似啲老虎咧，bling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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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跑嗰種咧，嗰種速度嗰種快嘅。而加上咧，阿安巴比個日元係辛金，佢係辛丑日柱。辛丑日柱嘅特性的話咧，佢對於一啲細緻位啊、突襲啊、一啲係對方嘅一啲窿窿罅罅，咁啊，所以走位嗰方面咧，佢特別叻。OK， 明白，師傅。咁不如我哋又講下魔人布歐夏蘭特。好啊。網上嘅朋友咁樣形容㗎啦，佢嘅球風叫做暴力美學，專門咧係用身體嘅對抗啦、衝擊力啦。佢唔係用技術㗎，佢純粹用體型去壓倒勝利。建基於一種叫做非人類嘅素質。我想問下，呢一種重型坦克嘅踢法咧，喺八字上面睇唔睇得出嘅？睇得出。夏蘭特咧個日柱咧係庚辰，連佢個年柱咧都係庚辰，所以變咗咧佢個庚辰咧個性質特別強啲，即係灰光嘅性質特別強啲啦。咁而家上個地支咧一片都係正印偏印，正印偏印，即係土生旺佢。下低3個土生翻佢個金嘅日元土生金，所以佢啲金咧又特別會結實啊、硬淨啊，因為事關啲印星令到佢咧個吸收力咧好，所以變得好多土滋養呢嚿金啊，所以變得佢又好高大啊，好結實啊，好似成個坦克車咁嘅款。咁呢個土其實係代表現實世界有啲咩？譬如可能球會好支持佢。有支持啦，貴人力啦，係啊，同埋佢對於一啲理論性係特別強啲啦。加上連出嘅庚辰的話咧，有種哇好硬淨、好種結實嗰種衝埋嗰種算數。係啊，你睇佢個樣，你就會覺得兇神惡煞咯，好形容為。係啊，跟灰光柱都有種性質嘅。真係好霸氣，生人勿近嘅狀態。好啦，師傅，我哋講完兩位球員嘅球風或者叫做天賦啦，我又想問下佢哋兩個咧奪冠嘅年份喺八字上面有冇啲咩暗示咧？師傅，不如我哋就講下由安巴比先啦。2018年年僅19歲嘅佢啊，就幫法國隊贏到一個世界盃嘅冠軍，決賽仲要入埋波，追平咗球王比利嘅紀錄。2018年對佢嚟講係點樣嘅一個年份咧？我哋睇翻咧，因為仲有安巴比咧行緊嗰個16歲至25歲嘅大運係嘅丙人，咁啊丙咧個正官咧個官星咧合咗去入元，丙申發水，發揮同埋表現咧有種淋漓盡致，即係金生水嗰種淋漓盡致嘅情況咯。好啦，咁啊2018年正正就係戊戌年啦，而戊戌個戌係本身係土，但係佢都可以當金睇。係啊，因為想戌藏金噶嘛。嗰度亦都係秋天嘅土，秋天就代表金，而佢安巴比係金日元辛金，所以變得咧佢都係有種得祿嘅情況。得祿即係又係名譽啊、地位都好嘅。咁而加上係頭先我講過丙申合發水啊嘛，丙係正官嚟嘅，即係名譽地位咯。咁啊，所以變得有個官星合佢，有官星合佢，再見2018年個戊戌，戊戌係土星，土星係佢正印生翻佢。係咪？所以變得佢係嗰個年份裏邊啊，係好容易會得獎，同埋表現發揮得有種淋漓盡致嘅情況咯。咁真係一球驚人喎！安巴比佢係繼球王比利之後第2個喺20歲以下世界盃決賽周入球嘅一個人，即係其實喺歷史留名啊！我直接咁講。咁啊，真係喺嗰個2018年咧，嗰個戊戌柱咧，個印星咧。加強嘅運勢，即係好幫到佢咯。係天時地利，名譽地位係啊。
好，咁不如我哋又講下夏蘭特啦。好啊。佢2023年啊，幫曼城贏得咗呢個歐聯冠軍，做成3冠王，仲要個人拎埋英超同埋歐聯嘅金靴。2023年對佢嚟講又係一個點樣嘅年份呢？2023年咧係癸卯年，癸卯咧嗰個癸咧係癸水，癸水嚟講咧都係有種金生水嘅情況。金生水嘅即係可以表現發揮啊嘛，即係我生嘅五行就係表現發揮㗎啦。而加上癸水咧係個雙官，所以佢個雙官嗰種開創性同埋突破性的話咧，佢可以將一個比賽係好難踢嘅，或者係對手好強嘅，佢都可以諗辦法去打破個局面，同埋去揾機會去爭勝。頭先我講過係灰哥命啊嘛，灰哥命有種不屈不撓噶嘛，即係越強越強嘅情況，越強，所以變咗佢2023年一癸卯年嘅情況，個癸呢個雙官咧，佢將最難嘅情況同埋個局面或者對手幾強都好咧，佢一定會打破。即係佢可以將一啲逆境波係夾硬去帶領住成個球隊一齊衝刺嘅感覺。係啊，好啦，師傅了解完佢哋呢一方面，我又想知道今屆嘅世界盃究竟兩位新嘅絕代雙驕可以行到幾遠呢？除咗睇今年嘅丙午年咧，都要睇翻阿安巴比咧，而家個大運。而家佢行緊26歲至35歲個大運叫丁卯。咁因為小安就呢個陰火咧，就克翻佢自個日元薪金啊。咁又加上今個年咧，丙午年咧，咁啊晚火嘅情況之下咧，咁令到烈火融金啊，所以變得咧佢今年攞冠軍或者會有啲獎項咧都比較難啲。哦，即係呢個火對佢嚟講可能係一個壓力，唔係一個阻力咯。係啦，你啱啦，冇錯啦，因為小安本身佢嘅薪金啦、辛丑日柱咧個金唔算太多。咁啊，而丙午咧個天干地支多咁火的話咧，都有種係壓力啊，係話甚至乎表現發揮唔算太理想啊咁嘅情況咯。師傅啊，不如我哋又講下夏蘭特，因為佢就相對冇咁輕鬆，而家唔係踢曼城啊嘛。挪威隊整體實力都比法國隊差嘅。同樣26歲喺呢個丙午火年，對佢呢一個人形坦克究竟有冇幫助咧？佢能唔能夠創造奇蹟咧？幫佢哋嘅國家？睇翻夏蘭特咧，喺今年行丙午年的話咧，佢又啱啱又係金命人咁啊。不過分別就係安巴比係陰金，夏蘭特係陽金嚇。咁啊，加上今年呢個丙午咧都係有種烈火融金嘅情況。咁啊，大家都係熱火融金，但睇下邊個金多啲啊？不過喺而家現場睇咧，夏蘭特喺呢個三柱年月日三柱之中咧，夏蘭特火啲金咧就比較多啲。咁啊多啲，咁啊所以變咗多啲火，佢都頂得順。襟燒啲係咪啊？襟燒啲係啦，即係頂得住，頂得住。咁啊安巴比就得一粒金咁啊所以變咗就難啲。咁啊所以俾我睇法咧就話喺今次嚟講咧，今屆啊，即係今屆丙年嘅世界盃咧嘅話，夏蘭特個表現咧，即係喺挪威隊嚟講咧，我相信都幾好。哦，係啊，幾好。咁當然整體嚟講，挪威隊仲有其他球員噶嘛，即係唔係睇一個人噶嘛。咁即係我相信就喺佢嗰個隊伍裏邊個表現會優勝咯。明白。咁你對於挪威隊能夠創造奇蹟嘅結論係？係難啲嘅，係難啲嘅，係啊。但係唔緊要嚇。我覺得每一屆世界盃都有啲黑馬出現。係㗎，跟住有啲黑馬都可能會踢到較前嘅位置。咁我哋都要講翻6月27號法國對陣挪威隊。你會覺得呢兩隊或者呢兩位球員邊位嘅表現會好啲啊？頭先你講到6月27個時間，但我睇翻啲資料咧，其實你應該係準確啲嚟講，應該6月26號嘅下晝3點鐘。所以而家準確嚟講，因為想去踢緊嗰陣時候，用呢個時間嚟起翻四柱，我會睇翻呢個時間係對邊個人較為有利。咁我睇翻個四柱就係丙午、甲午、辛未、丙申時嚇。咁啊辛未日嚇，咁啊睇落咧就係呢個辛未日咧對安巴比較為有利。因為事關我見到安巴比嘅辛丑時，咁啊對於佢嚟講咧，呢個土生金咧係較為有利，因為成日陰土生翻陰金，所以變得咧呢個日子咧係對安巴比有利。咁啊頭先都可以咁講啦，喂我布蘭特都係陽金啊，都係辛佢啊。咁啊但係始終咧喺個十神嚟講咧，係劫財一個比肩，比肩係對安巴比較為有利。
劫財係對布蘭特係較為不利，所以變咗咧喺呢一日嚟講咧，新美日即是6月26號，係對安巴比呢個法國隊係較為有利，所以變咗我估計佢個發揮表現咧都可以出眾嘅。哇！咁聽落去，安巴比喺今場比賽有機會天時幫助佢大放異彩喎。所以呢場波我估計都精彩嘅。非常多謝師傅你幫我哋用八字去拆解呢一屆嘅世界盃，我哋真係非常之期待嚟緊落嚟精彩嘅賽事，因為畢竟美斯同埋斯朗嘅傳奇即將結束，但係安巴比同埋夏蘭特嘅故事先至啱啱開始。6月27號嘅對決，我哋一齊拭目以待。唔該師傅。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哋今期嘅內容，不妨訂閱、點讚同埋收藏我哋嘅 channel。我哋繼續用玄學嘅角度睇世界盃。如果大家對於八字命盤嘅優點，同埋想知道呢個命盤點樣可以發揮到可以踢世界盃的話呢，就記得點樣做啊！想知道可以點樣揾到師傅，可以喺評論區度點擊個連結，咁就可以聯絡到助理嘅 WhatsApp 揾到師傅，了解自己嘅八字啦。好啊，咁我哋下集見。好啦，拜拜。拜拜。